文宇兄，波汉兄，今日一身戎装啊！坐吧，文宇兄，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好，不会隔墙有耳吧？你放心，我已经负责皎总机要，皎总的耳目均是我的下属。是这样的，我们的司令官最近对《马列》书刊十分有兴趣，他想从中得到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为何总是剿而不灭。你文育理论功底最为扎实，我已经推荐你做他的伴读老师，编在我的机要组，对外为中校机要秘书。给张学良做伴读老师？啊，你就给他讲《资本论》《论左派右治病》啊，还有共产主义 ABC。你们的司令官听得进去吗？你可别小看他，他这个人虽然身上有些公子的脾气，但是悟性极高。新来的伴读老师呢？在上边，去喊他去。是。你这个老师不带书吗？司令官有啥需要？从官邸到皎总路程需要40分钟，我想请你在车上随便给我讲点什么。没有书行吗？没问题。烂熟于。老师能不能用一句话概括一下马克思主义？不能。不能。如果用一句话可以概括，那马克思也不用写那么厚几本书了。好，那我就问一些简单直接的问题。请便，司令官。你觉着国民党和共产党哪一方面更信？这么说吧，对军阀，国民党是新的；对共产党，国民党是旧的。旧的也未必不是好的。蒋先生用礼仪廉耻、四维八德这些传统文化复兴国家，委员长还提倡用传统6艺用于整军治军呢。这些确实有一些成就了。这样的旧传统没有注入时代新内容，与时代脱节，怎么能适应时代需求呢？在这点上，反倒是共产党占据了制高点。他们更注重关怀普罗大众、社会底层。你这句话说中了要害。一点个人认识而已。一宿没睡啊？啊，博翰，初步整理了一下，太好了，就拿这个做样本吧。好。你们动作很快嘛？啊！文英雄学识渊博，所有的词条都是由他来撰写。你是从哪儿找了这么一个理论天才？简直就是共产主义的活词典。平素里我问他什么，他信口就答，而且他俄语还特别好。莫斯科回来的？
不问了啊，不问了。咱们这样，先把这好东西马上下发各部，作为了解共产党和红军的工具书。是。十几岁，上来就开始数你的部队，你有多少人，有多少枪，有多少炮，翻回头回去告诉共产党了。还有一回，一老太太在门口纳鞋底，远处一根杆，杆上一根绳子在老太太手里，看我们到了，咔嚓把杆拉倒了。谁都知道你部队来了嘛，对不对？这没法区分嘛，老百姓都跟共产党一样了，你横不能把老百姓都抓了吧？难怪徐副官回来说你一路净发火训人了。这能不发火吗？委员长南昌加紧密电，让你亲议。出什么事儿了？告诉我，他文玉参加过莫斯科的中共六大，做过中共中央的宣传部秘书。只是一个前共产党人而已。如果仅仅是这样，会惊动蒋先生吗？捅破天了！蒋先生也许过于关注副司令的思想取向。参谋长钱大军和黄埔系的贺中涵屡屡和我机要组的成员发生理论争吵，他们直通伪作行员。如果是这样，我可以去电蒋先生，请求宽大。如果仅仅因为对社会主义加以理论研究，都施以重罪，我看国民党没什么希望了。起草电报，向南昌说明情况。喂，他才吃过安眠药。汉卿，汉卿，南昌委员长行营长途。我是汉卿。
知道了。怎么回事啊？蒋先生执意要把他即刻处死。为什么？从江西红军的缴获文件里发现，我们这边剿总印制了团以上主官的姓名、兵力、驻地的一本文件手抄本，已经确认是文玉弄出去的。那李处长也参与了？文玉是李伯汉介绍的，蒋先生要把他一并逮捕并送往南京候审，但李伯汉我是能保住的。文玉保不住了。副司令，一日为师，终身为师。副司令客气了。你还有什么话需要申辩，我可以代为你转达。我想，我没有什么要申辩的。蒋先生脾气不好，我是保不住你了。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做的吗？我的妻子和女儿都在武汉。我死后，希望副司令把他们送回湖南的老家。我答应你。我有最后一个问题要问你：你们共产党是如何定义死亡的？我答不上，因为我还没有经历。等我经历了，又无法言传于你。我以为你们会说这叫献身。马克思很欣赏伊壁鸠鲁的一句话：死亡对于死者并非不幸，对于生者才是不幸。李处长，李处长，您稍等一下。什么事儿？这边请。少帅让我请您过去一趟，他在办公室等您。这边。我信守承诺，给文玉妻儿一笔钱，并且把他们已经送回了湖南老家。误伤其类啊！你悲伤吗？
我现在很怀疑你跟文玉的关系，但你别怕，我不会出卖你的。我觉得我现在有必要的，当大家的面打击你一下。我要撤销你机要组处长的职务，把你编为直属我的少将秘书兼科长。但你所管辖的范围及经费都照旧。一切听从副司令的安排。在咱们部队里，干社会主义的，还真没有人能干过你。真是那玩意儿劲儿大，这日本在华北是越来越嚣张，你说咋就没一个反对日本的标准？这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我看是怕惹外交麻烦。让我说，什么攘外必先呢？老蒋是在打我们的算盘，我们应该搞好，攘外自然安内。你木仁兄胆大，一会儿委员长来了，你吼个试试。汉卿啊，意大利天天也是吃的这个吧？汉卿可是意大利通，你问他就问对了。意大利也是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那里每一个餐盘都是意大利面，每一面墙都是墨索里尼。先生，我想辞职，去国外继续考察。汉卿，你太任性，直接的事，从今以后你不要再提了。啊，夫人，我是好了，你慢用。夫人慢用，慢用。汉卿，你什么意思？我没意思。是先生做什么事情让你不舒服了？你们男人呢，有时候真让我弄不懂。我也不懂。华北事变分明是日本人蓄意发难，先生不问缘由就拿下我手下于学忠河北省主席职务，而且西调我51军去甘肃。我们中国的封疆大吏，难道只要日本人不喜欢，先生就要替他们拿掉吗？先别生气了啊，先把药吃了。汉卿有情绪为于学忠的事，没关系，明天我要和他谈，对他我有新的安排。毛泽东与张国焘现在川西会合，有连串不饶的迹象。我要撤销武昌营营，调东北军去西北剿共，让张海清替我坐镇西安，担任总司令之责。对吗？对年轻人，你就是要多用，你不用他，他觉得自己多余。你不要替他说话了。他这个人啊，工资下去还是多了一些。
东北可是日本人抢去的，并不是共产党抢去的。大帅也是日本人杀害的，并不是共产党杀害的。使我们漂泊流浪，无家可归，受尽苦难，濒临死亡的也是日本人，和共产党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少帅。哟，找将军府骑自行车，你李秘书头一份儿。赵小姐，副司令在吗？在客厅呢。你去替他解解围。几个东北老乡一个劲儿的痛切陈词，早上饭还没吃呢。少帅，东北人民对日本强盗是恨之入骨，视死无他，同仇敌忾，急图驱逐。而东北人民和东北军对共产党，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平日无恨。这无冤无仇无恨，而东北军参与剿共，实属无义之师啊！少帅，是啊，少帅，对，说的可不是嘛。李秘书有事儿啊？有份急报，敬副司令亲议。哦，各位，您看我这还有点事儿，先这样啊。少帅，少帅，这个。哎呀，每天都要来一帮说客，痛切陈词啊！你又不能不见，还都是老朋友，见了吧，永远都是那么一堆话。他们主张让我抗日，我又不能抗日；他们主张让我不要剿共，可我现在又不能不剿。不好意思，对不住大家，少帅正在忙。不好意思。告辞啊！告辞。峨眉山上谈的怎么样了？不同意我辞职，又给了我另外一份差事。去西安。我原以为他们让我去抗日，不要再去剿共了。本来嘛，这不抵抗的责任，我张学良不能再扛下去了吧？去西北是个大题目，这个题目，我看能做成好文章。你这么说，我很意外啊。左宗棠就认为，中国的山川形胜，皆起自西北，弃西部，就是弃中国。副司令如果能经营西北，海阔凭鱼，天空任鸟飞，定能摆脱目前处处受掣肘的困境。搞好了，能够把西北建设成为抗日后方的大陆基地。西北诸强林立，我能控制得了？这么辽阔的山川大地，应该能容得下副司令的抱负。高哉秦岭连天街，我来爽目心中阔。好啊。少帅吃得了羊肉泡馍吗？到西安的第一件事可是要吃羊肉泡馍呀。什么东西？羊肉泡馍。行，吃什么都行啊。我连新城大楼都团给你了，好我带你转转吧，让男人们聊。我怎么能住你的老城？带我转转。这不就缺战鸠巢了吗？我们去那边。再说了，租这房子也没几个钱。你是洋派啊，坐着飞机半个月把陕北跑遍了，怎么样？咱这地面？800里秦川呐，卧虎藏龙啊！哎，我这只虎是马戏团里的虎，不止你挂念。哎，我是属牛的，吃草动物。可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牛哦。但是话说回来，我这次巡视下来，心里反而没底了。你想啊，我王以哲、何柱国的部队都是我东北军精锐中的精锐，怎么对付一个徐海东就这么吃力？我原来打算就2、3个月解决问题。悠着点吧，汉卿。江西那些老红军也一路杀过来了，这南方人恐怕比徐海东还难对付呢。什么事都这样，头3脚难踢。我现在啊，除了53军，其余的部队全部开入陕甘。蒋先生的功课，要不以全力，恐怕是做不了的。
尽了全力就做了了吗？我看未必。走走走，都快走啊！是619团吗？是的，师祖。你们团长呢？在前头，恐怕到甘泉了。哟，这个杨德新，动作还挺快的嘛。几个土共碰上咱们110的王牌师，还不得吓得尿裤裆啊！抓紧行军，别大意了。是。加快速度。注意兵！师祖，别开！行，我就行，我就行。说得好，说得好。这个，明白。现在重复一遍。现在重复一遍。一个师部，眨眼间几乎全军覆没。这是哪路神仙？是一口就咬得我东北军血淋淋的。收到。要报告副司令吗？副司令下午刚刚飞成都，这会儿正在委座行营。报。和委座在一起才更要报。咱们东北军不能只报喜不报忧。去年这个时候，你我在哪里？你还记得吗？记得。在兰州中山堂，先生命我对甘肃各界讲话。还记得你讲话的题目吗？记得，题目是先生定的。怎样开发大西北？你的讲话有个观点我很欣赏，你说要拿出不惜牺牲自己的决心和勇气来开发西北。女张海清有一些下棋。何为下策？所谓言必行，行必果，结诺必成则也。这个话听着耳熟，我父亲也经常跟我说类似的话。我和你父亲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寡能拟定，他就像我说谁。刚得到牺牲就到了。我军1200人伤亡，2300人被捕，断将遇难，无一生还。刚开头说吧，总是难免的，不要后急后料，要能做主。我能做主，我不但坐得住，有些事情我要跟先生谈透。是要谈透，但目前我们唯一要谈透的就是上北剿匪军事。我早就跟你们少帅打过招呼，他听得进吗？我一个秦腔老陕的话，他根本听不进。坐。其实少帅心里疼得很。从成都回来之后，每一道战令都斟酌再三。是啊，东北军人不战死在抗日战场，却料事于陕北荒野。疼？我看他疼得不够，还得再疼，痛定了才能思痛。实在是委员长的鞭子抡得太紧。哎呀，不是鞭子的事儿，就是年少气盛。我小时候放过羊，在羊的眼里，鞭子是他的家，是青草，是溪水，是主人的疼爱，你明白吗？是。委座和我们少帅的关系，可以说是相当复杂。哎呀，复杂个甚啊！一个是人君，一个是王子。宋氏姐妹还有孔祥熙，跟谁都不一个圈子，偏偏和他能搞到一块儿去。都说洋文，都喜欢西餐，这在各路地方大员中，你还能找出另一个像你们家少帅的吗？要我说呀，都是帝王家，和我这个放羊娃不是一路人。在国民党里，我们少帅还是最看好蒋。
在少帅看来，蒋介石做事还是有分寸的，不像汪精卫那么不着调。毕竟蒋和少帅都是统帅大军的人。你看看，你看看，还是我刚才的话，你家少帅还得再疼。就拿他近日和蒋共同颁布的作战命令来看，那是在把自己往绝路上逼呀。不信啊，那就等着瞧，等你家少帅撞了墙回来，痛了再说。滚！他说我还不够疼，这个秦腔老闪倒也直白。我觉得呀，你们俩还是缺少沟通。又怎么了？王一哲发来急电，榆林桥今日失守，619团1800人被俘，包括团长高福元。高福元当俘虏了？我的警卫营长成了红军的俘虏？你叫什么名字？陈永元。做什么的？剃头的。哎呀，你们东北军可真有意思，这剃头匠也能受上下军衔？老实说，你到底是干什么的？长官，这衣服是安捡来的。是啊，我怎么看你也不像是辅仁大学毕业的。那你这身衣服的主人在哪儿？团长高福元在哪儿？不知道。你刚才说这身衣服是你捡的，那你自己的衣服呢？丢了。跟谁换去了？你就是团长高福元吧？辅仁大学毕业，做过张学良的警卫营长。我就是高福元。你说你巷战都和我们打上了，还有什么不敢承认的？带走。是。司令官，这一个月我们每4天要往被围困的地区空投4万磅馒头，这工作太无趣了。没办法，打仗嘛，总归有攻有守。我来吧，司令官。洛杉矶机场你不熟悉也要降落了。没关系，还是我来吧。越不熟悉越要熟悉。好吧。副司令，咱们吃饭吧。让伦纳德先吃，你跟我来一下。我再强调一遍，对红军必须加以重新认识。我今天特意飞过来，就是提醒你跟董迎宾所部，没有我的命令，不允许轻举妄动。丧失浙江之后，我痛下决心，该取守时就地整训，明白吗？明白。只是我67军等部被分割包围在洛川、甘泉、延安几个孤城之中，日子实在难过呀。先吃饭。起立，
好吃吗？老外就是这样，不懂我们中国人的难，这在我们中国已经是非常非常好的了。所以，不管有多难，都得过。我让伦纳德接着给你们空投，有吃有喝，你们就能坚持。一切大计等我从南京开完会回来再说。我一会儿要随副司令飞南京开6中全会，只有半小时。这次从上海来的时候，胡玉芝、杜重远有几句话托转达给少帅。说个大意吧，我转告他。这第一句话，要向少帅力陈红军之不可剿，亦绝对剿不了，将让东北军剿共，完全是一种阴谋。这第二句话，与杨虎城西北军之间的误会必须消除，方能完全大业。第二个问题，看得很准，蒋的特务一直在放风，挑拨杨虎城和少帅之间的关系。少帅已经派我和杨深谈了2次，非但成见不能冰释，反倒矛盾更深。杨始终觉得张来者不善，有取代之意。要想从根本上消除张杨之间的隔膜，其实并不难。我倒想听听你的高见。劝阻少帅不随蒋内战，保全实力，联共抗日。